看了，你该谢谢你家娘子，救了你一命。刚才我给你试的药丸，最多顶你2个时辰的性命。说实话，让我们尽快找到凶手，还是拖延时间赔上你的命，你自己选。绣红楼真正的老板是你吧？你假意让程思使全力查案，这样就能知道案件每一步进展，提前找好替死鬼。你步步为营，好不容易全身而退，为什么又要铤而走险呢？是你太蠢，还是觉得我们太蠢呢？小环境啊，小环境，你怎么小年纪，跟你那个老子一样爱说教？你们现在想怎么说，你们就怎么说。老夫不过是在府中被人意外毒害，其他的一概不知。大理卿憋了这么久，就憋出来一招死不认账，怎么和卢正莲一个德行？这么说你是不承认去过杨侍郎的家，也不承认和那些女孩有关系了？老夫一生清白，不容攀咬啊！好啊，既然大理卿想当个好官，那我便给你说个故事。太史丞，你说什么故事配得上大理卿呢？当然是嫉恶如仇，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的故事了。太史丞，请讲。绣红楼一案，虽然孙之望和卢正廉皆已伏法，但谁都知道，幕后诸多侵害宫人的达官显贵，人在逍遥法外。大理卿吴月坤，痛心于律法遭践踏，下属被陷害，更痛心正义不得。但他也知道，人证物证皆毁，依靠正常的手段根本无法得到真正的公正。于是，他决定兵行险招，打算用自己的方式，让这些人付出代价。如何让这些人付出代价？大理卿听过娄绰的招供，找到了手臂内侧有伤疤的恒王，他假意谋取恒王信任，慢慢摸清了那帮人的底细。5日前，他与恒王在杨侍郎家中密会，他趁机将自制的毒药撒入池中。为了不引人怀疑，大理卿宁愿亲赴毒池，与他们鱼死网破。好在苍天有眼，大理卿及时服下解药，保住了一条性命。真是可歌可泣，感天动地。圣上一定会法外开恩，褒奖大理卿的一片苦心，哪怕大理卿毒杀了圣上的亲生儿子。是不是想说我空口无凭，随意攀咬？我当然有证据了。大理卿的贴身之物，圣上御赐。你要干什么？你要干什么呀？当然是找证物了。这可是我放掉杨侍郎家那池毒水后，在池底意外发现的。这一瓶毒，是我专门为你配制的，与池中之毒有9成相似，入水冲淡后，便有10成相似了。这样的小药瓶，我在你府上藏了5、6瓶。别急，等内业局来搜家的时候，你就知道我藏在哪儿了。现在缺的是人证，娘子自是不会认的。你家车夫也早跑了，不过没关系，杨侍郎家的门房那晚见到你了，他可以作证。他撒谎，他是撒谎，可此事只有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啊。
你最擅长毁尸灭迹，但我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无中生有。你能信口雌黄，我也能颠倒是非。承蒙你们这些前辈的教诲，我又学会了不少断案的新法子。既然你喜欢玩，我一定陪你玩到底。我死也不会让你如愿。你最好说话算话，但别以为可以一死了之。你敢自戕，我一样会把这故事做实，让你无家灭门，断子绝孙。反正我无父无母，天煞孤星，不怕活着，更不怕死。可是吴月坤，你怕不怕？都怪那几个贱人，我都已经要金盆洗手了，是他们非来要求我，说他们离开了绣红楼就没了营生，求我帮帮他们。也是他们几个人出的主意，可以去各位大臣的府上，既安全又尽兴。我一时心软，就答应了他们。我被他们害死，我被他们害死了呀！你真是无药可救。想救你的妻儿，就把你的罪行一桩桩、一件件都写下来。1个时辰后，你是走阳关道还是奈何桥，就看你自己了。碧柔又给县主添麻烦了。为了这些人，赔上性命，值得吗？对我们这些人而言，死比活着容易。若是死了，还能拉着这帮禽兽们陪葬，便也是不亏了。县主，请坐。那日太史丞送我们离开西京之后，我在车上和如意大吵了一架。当时若不是他出尔反尔，明明记得那嫖客的模样，却突然改口，县主定能把那些坏人都抓回来，也不至于会被陷害入狱。县主为我们做了这么多，全都白费了。韩笑、陶之也都白死了。我实在是气不过，不愿与他们同行，便下了车。那天我身无分文，为了追回我的钱袋，我追着马车的方向，可是没想到，真的被我追上了。如意，郡主，人呢？大哥，发生什么事情了？他们人呢？无缘。你说。我只听到那位大哥拼尽全力说出了一个名字：吴月坤。我不知道如意他们是死是活。
直到我在大理寺门口看见他的脸，就算他不戴面具，我也能够认出他就是绣红楼真正的主人。我在绣红楼见过他。那日宴席开始之前，真娘让我们换好衣服，像介绍货品一样，向他介绍我们。他的眼睛像鹰一样，隔着面具打量着我们，亲手将我们推进一场醒不过来的噩梦。结果他根本就不记得我是谁，他甚至还问我有何冤屈。我终于明白为什么那时候如懿说话总是反反复复，也终于明白为什么县主和太师长拼尽全力都没有办法把他救出来，因为查案之人就是凶手。所以你打算复仇？可我那时候并不知道该怎么做。我担心如懿他们已经死了，但更希望他们还活着。于是，我便每天跟踪吴越坤，我想找到他们。但吴越坤很警惕，那院门外一直有人把守着。后来，不知如懿用了什么办法，取得了吴越坤的信任。吴越坤竟能允许他出门去采购胭脂水粉，我便趁机和他见了一面。你为什么在这儿？你又为什么会在这儿？西涧不是你待的地方，赶紧离开。你跟我走。我知道一条小路，1个时辰之内就可以把你送上南下的船。其他的姐妹，我会再想办法，我不会让他把你们再抓回去了。不是他抓的，是我带他们回来的。他既然不想放过我，那我再也不想放过他。听这个灵牌，到下个夜战，那么自会派人继续护送你们。我要杀了吴越坤，为所有人报仇。我们一起杀了他。你真的想杀他吗？不光想杀了他，我连我自己都想杀了。我以为离开了绣红楼，噩梦就结束了。可是从那之后每一天，我没有一天能够睡得安稳。我只要一想到那些拿着刀子一刀一刀割在我们身上的人，都还可以高枕无忧、安然无恙，我连死都不敢死，我好怕呀！我怕我死了，就再也没有人知道他们做过些什么。如懿告诉我，他们为了活下去，假意向吴越坤表达他们愿意继续留在他身边讨生活。他们还想出了一个他无法拒绝的计划，为他打造一场移动的绣红楼。吴越坤警惕多疑，即便这计划天衣无缝，也不会轻易答应。如懿为了取得吴越坤的信任，没有少费口舌。她甚至告诉他，若不是韩笑、陶之把事情闹得太大，他根本就不愿意离开绣红楼。如懿还发现，吴越坤虽然警惕，但他上面的人似乎也一直在催他重开绣红楼。他便设计投其所好，提出移动欢乐场的法子。吴越坤这才表示愿意继续合作。但想在权贵之家下手，并非易事。每次上门，
都会被严格的搜身，他们也迟迟找不到动手的机会。太子殿下果真守时。阿银，你没事，太好了，姑就知道你一定不会死。太子殿下，请自重。谢家的事儿，姑听说了。对不起，是姑没能提前杀了纳锦子，护住谢家。我爹娘、阿兄枉死边关，边疆将士尸横遍野。此番我与那贼人，不止家仇，更是国恨。你真的放下他了？何止放下，我恨不得他千刀万剐，不死不休。这便是你约姑前来的目的。正是。我想与殿下做个交易。好，你需要什么帮助？说来姑听听。陛下病危，殿下登基在即，想必不想留有什么隐患。那纳锦祠跟您流的可是一样的血液。如此大患，姑定然不会留着。只是，你有何计？纳锦祠为人狡诈多端，我身负所相丸。原本是他为了监视我，逼我服下，现在刚好可以加以利用，诱其出现，将其围杀。你就如此肯定他会入套？我有十足把握，只不过我有一个条件。说来听听。我要亲手杀了他。他可是你的夫君，你们相爱一场，你当真下得去手？我谢婉英的夫君就该死在我手里。好，姑拭目以待。阿云，这是做什么？我受伤流血，体内香气异动，他纵隔千里也能窒息。国师这份心机，真是令人生寒啊！强取幽禁，最后竟连你的心也玩弄至此。纵使姑也望尘莫及。现在我看清他的真面目，也不算晚。如今这梁尾山已经遍藏埋伏，姑不信他纳锦祠没有一丝察觉，你与他关系今非昔比，就如此确信他会因这无端的香气冒险而来？会，纵使是刀山火海、无间地狱，他也会来。阿姨，请来可好？好得很。若是你死了，
恐怕会更好一些。国事这时候还一厢深情，已然无用的了。阿姨，你是自愿跟他结盟，全无胁迫。是。今日引我前来，是你自己的主意，想跟我做个了断。不错。知道你没有受他胁迫，我放心了。纵使没有殿下相助，你我终会走到这一天。阿言，你我过往，我无言辩驳，但是他绝不可留。阿言，你就这么恨我？是。那锦慈，你处心积虑玩弄我、欺骗我的时候，就没有想过会有这一天吗？这一刀，是为你满口谎言、自以为是。我从未。今日你我既做个了结，那便一字一句说清楚。当日你强取于我，曾与我父母兄长10万谢家军性命相携，是与不是？你确定是一家4口？我怎么记得谢家在有州还有10万谢家军？是。你与皇师血海深仇，曾与我说要与仇人不死不休，是与不是？是。你那家满门遭屠，是我祖父带兵亲手为之，是与不是？是。可是没有可是，我亲眼所见，亲耳所闻，我谢家满门早已被你刻在牌位上，诅咒祭天。如今大仇得报，你是否痛快了？这一刀，为先人冤魂，家仇国恨。那锦慈，那日我跪在那世宗祠前，与你结发盟誓，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可笑？阿言，你就是这么想我的？是。是。我这个人生性凉薄，不懂情安。可是我好不容易学会了，抓住了。可是从一开始，我就错了。这一刀是为我自己，被你所骗。阿姨，我从未骗过你。你说的话，我一字一句都不信。除非我死，对吗？今生我对不起你，若有来世，没有来世，你与我生生世世永不相见。现在我们成家了，以后就不用流浪了，春夏秋冬我都陪着你。
你想清楚了吗？你要是再往前一步，我这次绝对不会放开你。好，好，好，好一个深情郎君，便是姑听了，都要险些爱上他了。好在阿英已不被他的谎言蒙蔽，姑甚感欣慰。我与殿下的交易已成，就此别过吧。阿英，你我青梅竹马，虽有误会，但姑待你一片真心。如今阻碍已除，你我之间再无嫌隙。跟姑回宫吧，姑不会让任何人再伤害你。阿英，有心事。那日他虽中3刀坠崖，但他功力高深，未必身死。殿下若想高枕无忧，还需派人搜山，死要见尸。不错，你与姑心有灵犀，姑已派人去崖下查探，但事未回禀，崖下并未见着尸身，看血迹，像是朝北去了。北境荒凉无人，驻兵甚少，若叫他逃了去，定是无迹可寻。我知一条捷径，往西北走，渡流水，比陆路更快，可达嘉兰关。务必加派高手，在他出关之前，将其截杀。阿英，你的狠绝，连姑也3分胆寒啊。那锦慈，你要是再不出现，我要忍不住去找你了。是吗？去地狱里找我？